大家好，我是查查。大家好，我本來是在剪有關於日本旅遊的影片呢，結果突然間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，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出來說明一下。我原本以為這件只是我們的個案，然後上網查了一下才發現，原來全台灣有數以千計的家庭正在遭遇同樣的事情，原因就是這個貝兒斯會員卡的簡訊通知。剛剛秀這個是貝兒斯樂園簡訊的退費通知啊，裡面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字遊戲，還有一些很無理的公式，它讓我們裡面會員卡的餘額變成了0，就是本來我們還有錢在裡面，突然間就全部都沒有了。是的，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貝兒斯樂園的惡性倒閉。然後貝兒斯樂園呢，它成立是在2015年了，然後後來陸陸續續在北中南都成立了很多的室內遊樂園，中部我們就去過2間，然後南部也有2間。然後我們不只去過，我們還有拍過裡面的影片。貝兒斯樂園在之前可能是小朋友的天堂，但是現在呢，已經變成我們家長的地獄。為什麼會這麼說呢？因為從去年開始，貝兒斯樂園就慢慢一間一間的倒閉了。倒閉的同時，他們也在網絡上發了公告，告訴我們會員說，你可以上網去做登記，我們會把全部會員的餘額都退還給各位，請各位不用擔心。實際上，他們在這段時間做什麼事呢？他們實際上正在做的是惡意的脫產跟倒閉。好，我來秀給各位看一下，這個就是貝兒斯樂園的會員卡。當初要發行這張會員卡，第一，它要有一個發行單位，然後要有一個擔保單位。依照法律規定，擔保單位可以是銀行或者是同業同級的公司。什麼叫同業同級？就是說貝兒斯樂園它是娛樂業，你就必須找一間娛樂業的公司。然後同級呢，就是如果假設貝兒斯樂園他們是100萬的資產，那麼這個同級的公司也必須要有100萬的資產。它的目的是什麼？目的就是在說，如果貝兒斯它倒閉了，它可以做補償會員或者是接手經營這個貝兒斯樂園的動作。那找銀行的擔保金一定會比較高嘛，所以他們找的就是同業同級的有限公司。但是我後來去查了一下，才發現，它這個所謂同業同級的有限公司呢，跟發行商是同一個集團，也就是說他們是兄弟公司，就是所謂的左手保右手。也就是說，集团出現問題的時候，那這種擔保就會形同虛設了。好，我來給各位看一下，這個叫做好友卡使用須知啊。然後它背後就有寫，我來念給各位聽一下。發行單位是佩伊國際有限公司，負責人丁宙志先生，金額9800元整。就是說，當初在出資這張卡的時候，一次就是要出9800元，不是個小數目。然後它上面有寫到說，本出資卡面額已與同業同級配合有限公司為相互連帶擔保。此本出資卡可依面額向連帶擔保公司請求提供等值之服務，配合有限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或差別待遇，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。意思是什麼？意思就是貝兒斯樂園倒的時候，配合有限公司，你必須出來補償消費者，或者是他來接手貝兒斯樂園的所有的業務，讓它可以正常的運行這樣子。但實際上，配合有限公司它怎麼了？你知道嗎？配合有限公司在今年2025年1月的時候，它就已經宣布清算結清了，也就是說它已經倒閉了。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幫我們補償我們的會員卡的東西，它也沒有辦法接手經營貝兒斯樂園啊。對，就是這麼巧。貝兒斯樂園還沒有完全倒閉之前呢，配合有限公司它就先倒了。就是說，他們先把底下的防護網、安全網拆掉了，才讓所有的消費者掉下來，對，甩死你。他簡訊裡面說，卡片剩餘6908元，退卡即代表持卡期間不適用卡友優惠，所有消費將以非卡友票價格計算差額回收，含贈品贈點。購買贈品價值10600元，已使用卡友優惠差額3048元。兩者合計大於剩餘金額，故此間退費申請計算後無餘額。它原本就是我們進去的時候，它充值這張卡嘛，會送10張免費可以進去的，對不对？對。因為他說那張票全部總計下來的話，已經超過我們這個卡裡面的餘額了。那是你當初免費送的。這個簡訊裡面就有2個問題啊。第一個就是說他已經倒閉了，所以說他把我踢出去會員，他覺得我不是會員了。
前面所有的消費都要用非會員價下去算，這個就是第一個不合理的地方嘛。第一個，如果我是今天主動退出會員，你還要繼續經營的話，那我後面的消費用非會員繼續賺，這樣才合理嘛。今天是你無法經營、無法履約，所以把我踢出會員，那你怎麼可以溯及既往說啊？那我之前的全部都要用非會員下去算呢？我之前也是會員啊，是不是？退一萬步來講，我今天就算是我自己主動要退出的，我之前也是會員啊。你也不可以說哦，我今天說我要退出會員，前面就全部用非會員下去算，後面這個差額3048元，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。然後第二點就是像剛剛查查講的，當初的10600元這個贈品哦，就是入場券嘛。那入場券就是你拿來吸引我們加入會員的東西啊。那你現在怎麼可以把這個贈品當做產品來賣回來給我們，從我們的卡裡面去扣掉錢呢？10張入場券，聽清楚，是送的哦，是送的哦。所以按照你的邏輯來說，我反而還要倒貼你錢呢，哈，那不就謝謝你，還不用跟我討錢呢？我覺得政府有關單位哦，其實也可以注意一下這個法規，因為就我知道，健身房的定型化契約就有講說，贈品是不可以折算抵扣的啦。那像會員卡這種商品禮券服務定型化契約哦，就應該要有這個規定。那為什麼我會說他們毫無誠意要解決我們的問題？因為據我所知哦，他們在貝爾斯樂園慢慢倒閉的這些期間哦，他們又開了一間新的叫做貝爾斯咖啡館。那這代表什麼？代表他們是有能力繼續經營的啊。但是他們選擇什麼？他們選擇不理我們這些消費者，不理我們這些舊會員，他就是繼續去吸收會員，繼續吸金。反正他早就想好一套公式要來把我們坑殺掉了，所以他不會屌你們啊。這個會員的儲值他完全不屌你們。然後呢，今年9月份，何孟華議員他就有跟很多立委議員出來講這件事啊，抨擊這個算是很不合理的行為。然後消保處的副處長也有說啊，這些行為其實都是違反民法的，請業者要出來面對這個問題。但是3個月過去了，據我所知是9月的時候他們召開的記者會啦，然後3個月過去了，業者也沒有打算出來面對這些問題啊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了他們覺得我們拿他們沒轍，政府單位也拿他們沒轍了。所以今天我要替所有的家長發聲哦，丁仲志先生，請出來面對這個問題，請把我們的錢還給我們，老老實實的把會員卡的餘額還給我們。這些錢對你來說可能是小錢，但是對我們家長來說都是辛辛苦苦賺的血汗錢，然後為小朋友買的一個算是快樂的基金啊。所以你不應該利用小孩，然後欺騙家長來做這種事情嘛。這樣的行為算是踐踏了我們對你的信任，還有小朋友對你的愛。不要讓貝爾斯樂園變成家長的地獄，好嗎？You owe me money. You owe me money. Like seriously, a lot of money. 我要這樣射過去。Pay me my money, please.